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李哥的频道。这期视频我们来介绍大欧洲自行车骑行线路 EV2 号线。和我们之前介绍的纵贯南北的1号线不同， EV2 号线是由西向东横穿了整个欧洲的一条线路。这条线路全长5000公里，途经很多或现代多元或古朴典雅的城市及村镇，并且将这7个国家的首都全部连接起来，所以这条线路又被称为首都之路。我将在这期视频里简要介绍一下线路途经的国家，在节目最后也会给大家总结一些这条线路的特点以及一些骑行小建议。2号线从大西洋岸边有着欧洲文化之都之称的爱尔兰第3大城市高威出发，一路向东，第一个经过的大城市就是爱尔兰的首都，欧洲的硅谷，爱尔兰最大的城市都柏林。这是一座在公元140年就已经有记载的古老城市，有著名的圣三一学院，有公元1212年始建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有都柏林城堡，当然还有出现在各种游记中的圣殿酒吧区以及特色早餐。不过所谓的特色早餐，其实在欧洲任何一家4星级以上的酒店都能吃到，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成为特色。我猜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早餐一般不吃肉吧。从都柏林乘船渡过爱尔兰海，在威尔士登陆，向着伦敦方向骑行。最大的挑战是在戈维迪尔森林公园，因为这一段的道路有时会爬升500米。之后经过连伦敦都要稍逊一筹的温泉小城巴斯，抵达我们这条线路的第2个首都伦敦。这座城市和法国的巴黎一样，有太多的游记和推荐文章，我就不多做介绍了。从伦敦向东骑行130公里，就到达了英国段的最后一站帕克斯顿。从这里乘船渡海，我们将来到荷兰这个令人兴奋的国家。从荷兰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欧洲大陆的骑行。在这条首都之路的骑行线路上，除了英国段的一些山道，其余道路大多平坦且容易骑行，对骑行者的身体状况没有要求，适合所有人。而荷兰更是一马平川，除了过桥时的小坡道外就没有起伏了，而堪称完美的自行车道路系统更是所有自行车骑行爱好者的最爱。从英国渡海，在荷兰登陆的第一站就是海牙，这个荷兰实际上的首都。我们都知道尼德兰王国的首都是阿姆斯特丹，但国王及家人们始终都住在海牙，国家大部分的行政机构也都在这座城市。你甚至可以见到荷兰的国王骑着自行车去送孩子上学的景象。而荷兰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完美的骑行环境，还有一个又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现代建筑，埃尔玻璃砖墙、格子屋、星球屋、最大的自行车停车场等等等等。骑过荷德边境进入德国，这段旅程绵延1000公里。在进入这条线路的第4个首都柏林之前，还会经过一座非常著名的小城魏玛，因为在小城里有一所为人类现代建筑、工业设计奠定基础、深深影响世界设计美学思想的学校包豪斯。之后我们会进入柏林，这个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的分水岭。在这座城市，你可以明显感受到2种不同价值观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于2战的深刻反思。例如柏林墙、犹太人纪念碑、查理检查站。当然最推荐的还是柏林的博物馆岛，其中的佩加蒙博物馆一定必须要去。古巴比伦、古罗马和近东2河流域的精美绝伦的建筑，特别是古约旦的穆萨塔残墙，一定会带给你巨大的震撼。再往东，将经过波兰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波兹南，然后到达首都华沙。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华沙老城内的宫殿、皇家花园和大型公园，都在展示着这座城市曾经的历史。在前往白俄罗斯的途中，比亚沃维扎国家公园甚至会发现欧洲野牛的踪迹。
之后我们会经过沿线的第6个首都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从白俄罗斯到俄罗斯这段路上，东正教堂、卡延镇、斯摩林斯克、萨维诺斯托鲁热夫斯基修道院、加加林纪念碑，再到克里姆林宫，都是值得参观的好地方。当然，到处都散发着那遥远又熟悉的社会主义的印记，也时刻提醒着我们，再往东就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了。在这条全长5000公里的首都之路上，从爱尔兰的高威到波兰的华沙，自行车骑行环境都很好，并且有较为清楚的路标指引。但是从华沙到莫斯科的自行车道仍然在开发中，特别是白俄罗斯境内，线路仍然在规划中，正确又合适的线路比较难找。因为这条线路都是在欧洲偏北地区骑行，气候较冷且多雨水，所以为了更愉快顺畅的骑行，建议选在夏季，不仅天气宜人，日照充足，而且可以参与到很多精彩纷呈的活动和赛事中，比如6月的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7月的鹿特丹狂欢节、柏林音乐节、瓦格纳艺术节、慕尼黑啤酒节等等。好了，以上就是关于大欧洲自行车骑行线路 EV2 首都之路的简介。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别忘记点赞和订阅。我是小李哥，一个喜欢用不一样的方式来丈量世界、体验人生的自行车旅行爱好者。